你敢相信吗？只要1个月付几百块，就能让李朱赫、徐康俊这些男神24小时随叫随到，还对你百依百顺。Netflix 韩剧订阅男友，这设定简直是每个社畜的终极梦想啊！但问题来了，当 Blackpink 的智秀碰上这堆虚拟男友，是神作降临还是大型尴尬现场？老头 Z 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这部剧到底值不值得你熬夜看完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看这部剧的基本盘。2026年3月上线，这部订阅男友在 Netflix 可是冲到了全球排行榜的前几名。故事讲的就是智秀饰演的网漫制作人徐未来，因为现实生活压力太大，干脆躲进 VR 世界跟理想型男友谈恋爱。目前 IMDb 评分还算稳定在7分以上，豆瓣也有7.3，听起来不错对吧？但你知道吗？网上的评价其实早就炒翻天了。很多人一开始都是冲着那豪华到不科学的虚拟男友军团去的。你想想看，随便点开一集，客串的可能就是李宰钰或是朴宰范，这种视觉享受简直比喝了全糖真奶还爽。但也就是因为这些男神太亮眼，反而让很多观众开始担心，这部剧除了看脸，还有别的吗？是不是又是一部靠卡斯撑场面的空洞偶像剧？老头自己看了这么多年的剧，最怕的就是这种概念很超前、执行很传统的作品。他的世界观设定确实很有意思，把我们现代人的订阅制文化直接搬到了爱情里。你不想处理真实关系的摩擦，没问题，订阅一个完美的虚拟男友就好了。这种切入点对于我们这种每天被工作折磨到不想社交的社畜来说，共鸣感真的强到爆表。不过，身为一个老油条，我必须先给你打个预防针。虽然题材看起来很科幻，但它的骨子里其实还是一部浪漫喜剧。你在看的时候会发现，那种韩剧常见的办公室欢喜冤家套路依然在那里等着你。这到底是致敬经典还是创作偷懒？咱们接下来得深入挖一挖。所以啊，在你准备按下播放键之前，得先搞清楚一件事：你到底是想看一部深刻探讨虚拟与现实边界的硬核科幻，还是只想在下班后找个舒服的姿势，看着男神们对你温柔微笑？这两者的期待值可是差很多的哦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老头 Z 带你进入这个充满多巴胺的订阅世界。徐未来在剧中是一个标准的社畜，每天被网漫更新进度逼到想跳海。但在现实中，他还有一个更头大的麻烦，就是徐仁国演的朴庆南。这家伙嘴巴毒，要求多，简直就是办公室里的活阎罗。你看他在那边挑剔未来的提案时，那种压迫感是不是让你想隔着荧幕给他一拳？这就是为什么月刊男友这个服务会让他彻底沉沦。只要戴上眼镜，你就能跟财阀三世李朱赫在雪地散步，或是跟温柔学长徐康俊一起喝咖啡。剧组在视觉处理上真的很用心。那些虚拟约会的场景，梦幻到像是在拍化妆品广告，老头 Z 看了都想感叹，这多巴胺分泌的速度，难怪未来会不想拔掉插头。想象一下，你刚被机车主管骂完，全身骨头都快散了，回到家却有一个完美男人在等你，他懂你所有的委屈，还会用最温柔的声音跟你说辛苦了。这时候你还会想回到那个充满噪音和挫折的现实世界吗？这部剧成功的地方，就是让每个看剧的你都产生了这种动摇。但故事如果只是这样，那就太无聊了。随着剧情推进，你会发现这项服务有个致命的缺陷，它太完美了。虚拟男友永远不会跟你吵架，但也永远无法给你真实的温度。反观现实中的朴庆南，虽然嘴贱，但在未来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他却是那个唯一能伸出手、实实在在拉他一把的人。等等，你真的觉得现实一定比虚拟好吗？老头 Z 在看到第6集的时候，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：如果那个毒舌同事其实也是某种形式的城市设定呢？或者是我们都被编剧给骗了，以为现实就是解药？这部剧在第2章尾声留下的这个悬念，才是真正让我坐直身体的地方。说实话，这部剧在前半段的节奏掌握得挺不错的。智秀跟各个客串男神的火花真的很强，尤其是跟李朱赫那一集，那种冰山总裁跟热血网漫师的对比，简直让人脸红心跳。而且他对社畜日常的刻画非常写实，那种我已经这么累了，连爱都懒得经营的心理状态，真的是抓到了现代人的痛点。但是，身为你的城市影友，我必须开喷了。从第7集开始，剧情就像是掉进了泥沼一样，变得异常拖沓。明明2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误会，编剧非要让主角在那边纠结个2集。还有那些为了虐而虐的剧情，看得老头 Z 真的想快进。这种后半段疲软的通病，这部剧终究还是没能躲过去。既然说到喷，我们就聊聊最争议的演技部分。老头 Z 在看第7集那个情绪大爆发的场景时，真的是尴尬到脚趾抠地。智秀很美，这没话说，但在需要深层情感张力的时候，她的眼神和表情还是略显僵硬，感觉像是在努力演出悲伤，而不是真的悲伤。
相比之下，徐仁国那种信手拈来的自然感，反而把智秀显得更像个新手。这一点真的让我很出戏。如果你看过《黑镜》或是《上载人生》，你可能会觉得订阅男友在科幻深度的探讨上显得有点轻量级，他更多是在利用科幻外壳包装传统罗曼史，而不是真的想跟你讨论科技伦理。如果你是抱着看神剧的心情来的，那你可能会失望。但如果你只是想看一部有层次的恋爱剧，那它还是合格的。当你看到未来因为过度沉溺虚拟世界而开始分不清现实，甚至在公司开会时脱口而出虚拟男友的名字时，那种社会性死亡的恐惧，你是不是也感同身受？这种时候，你会发现这部剧其实挺残酷的，它给了你一个避风港，却也悄悄地偷走了你在现实中生存的能力。这种细微的恐惧感倒是意外的深刻。走到结局，这部剧其实给了一个很温暖的答案。它不只是在讨论你要选虚拟还是现实，它是在讨论勇气。在虚拟世界谈恋爱不需要勇气，因为一切都是定制的。但在现实中爱一个人，你得接受对方的缺点，也得接受自己可能受伤。这种从回避型依恋走向勇敢爱的转变，是老头自己觉得这部剧最动人的地方。总结一下，如果你是 BLACKPINK 的死忠粉，或是单纯想在下班后看一堆帅哥洗眼睛，那订阅男友绝对是你的菜。但如果你追求的是极致的演技或是烧脑的科幻设定，那你可能得把期待值调低一点。这是一部非常精致的属于成年人的都市童话，满分10分的话，老头子给他7.5分，那1分扣在智秀的演技稳定度，0.5分扣在后半段的拖沓。剩下的部分，无论是音乐、美术还是卡斯，都是顶级水准。目前全集都已经在 Netflix 上架了。周末不想出门的话，这部剧绝对是个不错的消遣。好啦，说了这么多，老头子也想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现实生活真的有一个完美无缺、百依百顺，但只是个城市的虚拟男友，跟一个虽然会跟你吵架，甚至有点机车，但真实存在的同事，你会选哪一个？是我的话，我可能会想先订阅1个月智秀试试看吧。嘿嘿，觉得我说的有道理的话，别忘了订阅、按赞影视观测站。我们下次见。